大家好，我是文。今天闺蜜丽蓉说要给我们包包子吃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老北京人是怎么包包子的吧。所有的内容我都会读2遍，慢速1遍，正常速度1遍，慢速。先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盆，在盆里加600克面粉，再加1包干酵母粉，1包是5克，用筷子搅匀，然后加一些40度的温水。他说他不知道具体要加多少克的水，就是凭经验，一点一点往里加，然后观察面的状态。好了，戴上手套揉面，水不够，再加一点。丽蓉说，她是5年前开始学做包子的。她妈妈说，她做包子很有天赋，做出来的包子既好吃又好看。右手累了，换左手揉一会儿，要揉很久，直到把面揉光滑。揉好了，把手套摘了，拉开抽屉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保鲜膜套，套上，然后等面发起来。发面的时间也是根据当时的温度来定的。一般面团发到2倍大就可以了。现在要把馅儿准备好，馅儿就是里面的东西，包子里面的东西叫包子馅儿，饺子里面的东西叫饺子馅儿，月饼里面的东西叫月饼馅儿。如果里面的馅儿是猪肉和白菜做的，就叫猪肉白菜馅儿；如果是牛肉大葱做的，就叫牛肉大葱馅儿。如果你自己去饭馆里点饺子或者包子，你想知道里面有什么？你可以问这个饺子是什么馅儿的，或者这个包子是什么馅儿的。先把姜切片，然后切一点大葱，把切好的大葱和姜放进这个碗里，把瓶盖拧开，加一点花椒，加一点八角，切一点蒜加进去，然后加95度的水。我问丽蓉要加多少，她说没有具体的量，还是要看情况，凭经验。我看她最后加了差不多400毫升的水，泡5到10分钟。
然后在肉馅儿里加一个鸡蛋，因为鸡蛋会让肉更嫩。准备一下，一会儿要加进馅儿里的调料，切一点葱备用，加一些酱油，这是生抽，咸味的，加一滴老抽，老抽不咸，但是颜色比较深，是用来上色的。为了让肉馅儿的颜色更好看，加一些蚝油，加一些鸡汁，倒一点13香，倒一点五香粉，加一点饺子调料粉，加一点盐，然后把刚才泡的葱、姜、大料、花椒的水倒进馅儿里，少量多次的加，然后不停的搅拌，直到把水加完，然后加一些香油，也就是芝麻油，然后把葱倒进去，开火，热锅，倒油，等油热了之后，把热油倒在葱上面。这一步是为了激出葱的香味。最后，把葱搅进肉馅儿里。丽蓉说，家里的刀比较钝，不好用，所以葱切的比较大。其实，再切小一点儿会更好。馅儿准备好以后，把它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，让它凝固一下，这样包的时候会容易一些。半个小时以后，可以开始做包子了。先把揉面垫铺在桌子上，然后在垫子上撒一些干粉，为了防止面粘在垫子上。丽蓉一边看直播，一边做包子。在中国，很多人都喜欢看直播，他们觉得手机里的声音是一种陪伴。把发好的面拿出来，揉一下，面里有气泡，要先把气泡揉出来。丽蓉说，胳膊有一点酸，揉面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。面揉光滑以后，把它搓成长条的，然后把面切成这种小面团，汉语叫剂子，一共有27个，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包27个包子。现在把剂子擀成面皮，然后把肉馅儿放到面皮上，最后
把面皮捏上，这样一个包子就做好了。我们今天包的是猪肉大葱馅儿的包子。如果你不吃猪肉，也可以把里面的肉换成牛肉或者羊肉。中国人几乎不做鸡肉馅儿的包子或者饺子，因为鸡肉比较柴，做成包子或者饺子不好吃。好啦，包好一盘包子了，这里一共有20个。现在要把包子拿去蒸。丽蓉用的是这种蒸烤一体机，可以烤，可以蒸，还可以微波。100度蒸差不多2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看一下。哇哦，好漂亮的包子啊！我们掰开一个，看一下里面，吃一口，太好吃了！怎么样？你想吃一口丽蓉做的包子吗？留言告诉我吧。正常速度，先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盆，在盆里加600克面粉，再加1包干酵母粉，1包是5克，用筷子搅匀，然后加一些40度的温水。他说他不知道具体要加多少克的水，就是凭经验，一点一点往里加，然后观察面的状态。好了，戴上手套揉面，水不够，再加一点。丽蓉说，她是5年前开始学做包子的。她妈妈说，她做包子很有天赋，做出来的包子既好吃又好看。右手累了，换左手揉一会儿，要揉很久，要揉很久，直到把面揉光滑。揉好了，把手套摘了，拉开抽屉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保鲜膜套，套上，然后等面发起来。发面的时间也是根据当时的温度来定的，一般面团发到2倍大就可以了。现在要把馅儿准备好，馅儿就是里面的东西。包子里面的东西叫包子馅儿，饺子里面的东西叫饺子馅儿，月饼里面的东西叫月饼馅儿。如果里面的馅儿是猪肉和白菜做的，就叫猪肉白菜馅儿；如果是牛肉大葱做的，就叫牛肉大葱馅儿。如果你自己去饭馆里点饺子或者包子，你想知道里面有什么？你可以问这个饺子是什么馅儿的，或者这个包子是什么馅儿的。先把姜切片，然后切一点大葱，把切好的大葱和姜放进这个碗里，把瓶盖拧开，加一点花椒，加一点八角，切一点蒜加进去，然后加95度的水。我问丽蓉要加多少，她说没有具体的量，还是要看情况，凭经验。我看她最后加了差不多400毫升的水。
泡5到10分钟，然后在肉馅儿里加一个鸡蛋，因为鸡蛋会让肉更嫩。准备一下一会儿要加进馅儿里的调料，切一点葱备用，加一些酱油，这是生抽，咸味的，加一滴老抽，老抽不咸，但是颜色比较深，是用来上色的。为了让肉馅儿的颜色更好看，加一些蚝油，加一些鸡汁，倒一点十三香，倒一点五香粉，加一点饺子调料粉，加一点盐，然后把刚才泡的葱、姜、大料、花椒的水倒进馅儿里，少量多次的加，然后不停的搅拌，直到把水加完。然后加一些香油，也就是芝麻油，然后把葱倒进去，开火，热锅，倒油，等油热了之后，把热油倒在葱上面。这一步是为了激出葱的香味。最后把葱搅进肉馅儿里。丽蓉说家里的刀比较钝，不好用，所以葱切的比较大。其实再切小一点儿会更好。馅儿准备好以后，把它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，让它凝固一下，这样包的时候会容易一些。半个小时以后，可以开始做包子了。先把揉面垫铺在桌子上，然后在垫子上撒一些干粉，为了防止面粘在垫子上。丽蓉一边看直播一边做包子。在中国，很多人都很喜欢看直播，他们觉得手机里的声音是一种陪伴。把发好的面拿出来，揉一下，里面有气泡，要先把气泡揉出来。丽蓉说胳膊有一点酸，揉面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。面揉光滑以后，把它搓成长条的，然后把面切成这种小面团，汉语叫剂子，一共有27个，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包27个包子。现在把剂子擀成面皮，然后把肉馅儿放到面皮上，最后把面皮捏上，这样一个包子就做好了。我们今天包的是猪肉大葱馅儿的包子。如果你不吃猪肉，也可以把里面的肉换成牛肉或者羊肉。中国人几乎不做鸡肉馅儿的包子或者饺子，因为鸡肉比较柴，做成包子或者饺子不好吃。好啦，包好一盘包子了，这里一共有20个。现在要把包子拿去蒸。丽蓉用的是这种蒸烤一体机，可以烤，可以蒸，还可以微波。100度，蒸差不多2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看一下。哇，好漂亮的包子啊！我们掰开一个，看一下里面，吃一口，太好吃了！怎么样？你想吃一口丽蓉做的包子吗？留言告诉我吧。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